最近呢，大陆发生了一个热点事件，就是一辆卡车呢停在高速公路的应急带，然后呢司机在吃东西，这样呢就是交警上去，被交警发现以后呢，据说扣了6分吧，然后罚款，然后这个司机说，哎呀，我这个低血糖有可能马上昏迷啊或怎么很难受，你这样不合理，我停在应急车道是为了避免更大的事故发生啊。然后交警不睬他，然后继续，结果呢后面发生了司机呢愤而去撞那个警车这个事件。血糖呢这个问题呢非常非常普遍，血糖高低、血糖异常这个毛病呢有很多人他对他有一个误解，高血糖比较简单，很多人到医院一测呢测出来，但是呢低血糖呢他去测的时候呢，往往这个人不是那个在低血糖的状态，他呢虽然是空腹有时候，但是呢他还没有到非常饥饿的状态，所以呢低血糖往往被忽视，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有低血糖。高血糖呢是一种呢恶性循环状态，它呢血糖高了以后呢，它就导致呢排尿，排尿呢是一种代排尿又导致脱水，脱水呢导致血液更浓，更浓呢血糖更高，更高呢它更加要努力的排尿，所以它是一个恶性循环，它会形成那个小便的非常多，口渴，然后呢非常疲劳，甚至是影响到他的意识状态，发生一些包括癫痫啊、昏迷啊这种情况。这个呢就是高血糖。那低血糖呢，刚才说过，它经常被忽视。它呢最典型的症状是什么呢？就是肚子特别饿的时候，它会发生这种颤抖啊，然后出汗呢，心跳加快啊，还有其他很多严重的呢会引起那种意识出现问题、行为异常、动作也丧失这种协调性，这种比较严重的状况，这是低血糖。然后呢，对这个病的诊断呢也比较简单。西医呢主要是说它这个胰岛分泌的这个胰岛素，胰岛素呢实际上是种降糖素，胰岛呢同时还分泌呢升糖素，所以呢这个病呢西医诊断就是降糖素和升糖素呢它们分泌的这个比例不对，呢就导致血糖呢就不能控制在一个相对的范围以内，这个就导致了这个糖尿病。中医诊断呢它就比较复杂，中医呢它最重要呢是做个胰，也是胰出了问题。但是呢我们有一点要特别明白的是，中医在古代的时候说这个脾实际上应该是指的现代的胰。你去看那个难经中有说那个脾重2斤多，然后呢它扁呢有3寸，长呢有5寸，然后呢有散高呢半斤，里面呢裹着这个血，它只是温暖这个五脏的。那个还有其他的文献呢也记载的古代的脾就是现代的胰。那中医诊断呢，大家注意，它主要涉及的呢它是那个脾胃、肝胆，还有呢肾啊、太阳像这些来源。血糖异常来源于阳明胃、肾和少阳三焦。中医呢把那个血糖异常疾病，或者我们统一就叫它糖尿病。中医的糖尿病这个概念，它呢指上焦、中焦和下焦。上焦呢它往往是少阴跟太阳这个肾膀胱呢这个系统呢出了问题。中焦呢一方面用白虎汤，白虎汤就是阳明脾胃这个方面出了问题，还有一种呢厥阴少阳出了问题，下焦呢肾膀胱这些出了问题，反正分成3焦。治疗方面呢，就是大家要特别注意，我们说治疗糖尿病，控制血糖它当然要控制，但是它不是一个最重要的目的。血糖像什么？就像着火的时候那个消防警报响，血糖就像那个消防警报。当然你救火的时候最好把那个警报关掉，免得很吵，但是你仅仅关闭这个消防警报是不够的，你把血糖控制住是不够的。关键不是说血糖的异常去影响健康，而是导致血糖异常的原因，这种身体的内外环境才会伤害健康，这个要特别的注意。上焦呢，我们用葛根汤、桂枝加葛根汤来进行治疗。中焦呢，用白虎汤、白虎加人参汤、理中汤、鼠玉丸这些来处理。中焦呢，还有如果偏到厥阴少阳方面呢，用柴胡桂枝干姜汤、当归四逆汤来处理。下焦呢，用肾气丸、真武汤、猪苓汤
或者何方、瓜蒌、曲麦、鼠玉丸来进行处理。然后我们先来看那个桂枝加葛根汤，这个主要是呢，你有表证，胃经呢有点热，脉呢比较薄，脉呢稍微快一点，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用桂枝加葛根汤。当然，它是属于有汗，如果无汗的话，你用葛根汤。葛根汤大家跟桂枝加葛根汤是一个路，但是呢，它是无汗用葛根汤，大家注意啊，无汗。然后呢，如果中消的话呢，一个主要的方子呢，胃很热，它用白附加人参汤。人参一般我们需要，因为在这种情况人往往会出汗很多，那我们用白附加人参汤。白附加人参汤呢，主要的特点呢，它脉比较大，比较红，然后呢，它是出汗，也比较厉害，口渴，它是一片热象，基本没有寒象。如果有寒象，最多它背后稍微有点凉，这个是这个情况唯一一种寒象，大家要注意，这个也比较好区别。然后呢，我要说的一点就是引起血糖异常，引起中医所说的糖尿病呢，并不全是那个热引起，也有寒。你比如说脾寒的话那我们就用人参汤，也就是另外一个名字就是理中汤。如果这个人是中消，但是他身体呢非常虚，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反复感冒，那你就用呢鼠玉丸。如果这个人是肝胆系统出了问题的中消，他一个主力方子是柴胡桂枝干姜汤。这个方子呢，主要是你看上去这个人呢有少阳症，但是呢还没有恶心，然后呢这个人有劳症，所谓劳症就是很虚，往往呢这个人血管里面有点湿，或者说它里面血管有点脂肪有些组织血脂比较高然后这个人血管比较粗，这种人呢用这个方子是代表性的。然后呢还有一种情况，这个人脉很细很小，他比较寒，那小便呢比较白，这种人呢手脚有可能是很冷，这种叫湿痢。那我们用什么呢？当归四逆汤。然后呢还有一种情况呢，这种属于阴虚状况，这是下消。阴虚状况呢，那肚子呢下腹呢稍微有点紧张，有点麻木，后面呢比较放松，下面这个症状呢，脚呢症状比较多一点，上热呢下寒，晚上呢毛病发得重一点，小便呢不利，也有可能小便多，然后它消渴，渴多少小便小多少，这个呢我们有肾气丸的机会，这个也是个名方，非常用，如果你用对了非常，但是这个方子经常容易误解它。然后下消呢还有一个真武汤，真武汤呢它是补肾阳的，它的真武呢是管水的神，所以真武汤它主要一个问题呢，它往往是下面有水，跟肾气丸的区别。下面有水呢，比如说下面有水肿一类的，当然它主要是还有可能有头晕那个莫名其妙跌倒还有一些比较不明的症这种微细组织方面的症都是用这个真武汤。然后呢还有一种热象，下消里面的热象，这个比较好理解，我们用呢猪苓汤。猪苓汤呢主要是小面它比较偏于急性，它下面等于是有可能有点炎症的，那这些药大家自己看一下。所以呢血糖异常呢，大家注意，经方所有的方子都是控制它引起血糖异常的原因跟另外环境的，所以可以说它是一个治本的方法，大家千万要引起注意，就是即使你在吃那个血糖的西药，你也要吃这个中药，大家不要忘记，这个是治疗血糖异常的关键。好，那就这样，再见。